阿姐，今天还上山不？去。你吃完去隔壁王婶家把修药拿回来，我上山看看能不能挖到野当官。镇上理药铺说收，1斤能给20文。我也想去。你太小了，后山陡，上次栓子他爹都差点滑下去。在家看护娘，别让他一个人下床。上次摔了，我吓得魂都快飞了。那阿姐你早点回来。后山叫鹰嘴崖，是这方圆10里最高的山头。老一辈人说这山里有野物，前些年还有人见过豹子，但这2年山上的猎物越来越少，连野兔都不常见了。我倒是希望碰上只野兔，抓回去能炖一锅汤，娘喝了补身子。可惜运气没那么好。这点东西拿到镇上，最多能换30文，就够买2斤糙米，或者抓一副最便宜的止咳药。娘前年生了一场大病，镇上的郎中说是痨症，爹去镇上寻活计，1年到头回不来2次，寄回来的钱刚够买药。穷不怕，怕的是没有盼头。糟了糟了！这是什么地方？我明明是在鹰嘴崖的山洞里躲雨，怎么睁开眼就到了这样一个鬼地方？姑娘，你没事吧？你从哪儿进来的？这里已经封闭维修了，外面那么大雨，你怎么弄成这样？别怕，我不是坏人。你是不是迷路了？家里人呢？你这是拍戏的？喂，李姐。你别跑！我是不是已经死了？这里是阴曹地府，可阴曹地府也不该有这么亮。你不要命了？你从哪儿来的？知不知道刚才那是机动车道？我迷路了。先披上，你浑身湿透了，再淋下去会失温。顾先生，幸好你拉住她了。这姑娘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从旧展馆里钻出来的。旧展馆？对，就是西侧那维修区，门锁的好好的，监控也没拍到。她穿的也奇怪。野生当归，还我！别紧张，我只是看看。要不要报警？这姑娘看着像未成年，万一是走失。别跑！你现在这样，跑不出2条街就会被车撞或者被人带走。我不跑，你们别送我去官府。你叫什么？沈阿离。多大20有3。我叫顾彦洲，这里不是官府，也没人会随便抓你，但你必须先换衣服取暖，然后把事情说清楚。我听着他的话，心里仍旧半信半疑。我跟你走，但我没有别的路。但我的东西，谁都不能碰。娘和阿福还在家里等我，我若倒下，他们就真的没有活路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地方叫博物馆，这里像一座供奉怪物的庙，到处都是亮光，
玻璃、铁门，还有会自己开合的门。小姑娘，你换好了吗？这些都湿透了，我帮你烘干。烘干就是弄干，不用，我自己来。热水。人在冷到骨头里的时候，戒心也会被冻出裂缝。吃点东西。多少钱？我不白吃你的东西，世上没有白给的好处。别人今日给你一口吃的，明日就可能要你拿命还。不用钱。不行。那就当我借你的，以后你有钱再还。阿福若吃到这个，一定会高兴的眼睛发亮。娘病了这么久，嘴里总发苦，她也该尝尝甜的。你家在哪里？沈家村。哪个沈家村？没有啊，地图上没有这个镇名。你是哪一年生身？庆元36年。庆元？年号？这姑娘不会真是哪个剧组跑出来的吧？现在还有人这么入戏？你知道现在是哪一年吗？2025年，按我们这里的纪年，你所在的庆元36年，距现在大约有700多年。多少？700多年。700多年是什么概念？我要回去，我要回山洞，娘还等着我，阿福还在家，我不能在这里。外面还在下雨，你现在出去很危险。危险也要回去。我娘病着，我弟弟才7岁，我若不回去，他们怎么办？那种怕像一只冷手，死死攥住我的喉咙。你从哪里来的，就有可能从哪里回去。但你现在连路都不认识，冲出去只会出事。我可以带你去你出现的地方，也就是旧展馆，那里和你说的山洞也许有关。真的？真的。那双眼睛很黑，像雨夜里没被灯照到的深水。我分辨不出他是不是骗我，但至少此刻他说的话比我自己乱闯要有用。现在去。顾先生，这不合规矩，维修区已经封了。再说这么晚了，我负责。你见过？村里有人拿它装咸菜。这地方的机关比县衙牢门还厉害。没有，怎么会没有？难道我真的回不去了？娘怎么办？阿福怎么办？爹若回来发现家没了又怎么办？哭没有用。从娘病倒那天起，我就知道哭最没用。你哭得再惨，锅里也不会多出1粒米，药罐里也不会自己长出药来。你这里的药能治痨症吗？痨症？肺上的病，咳嗽、咳血，夜里发热，瘦的只剩骨头。肺结石？现代可以治，但必须正规检查和用药。真的？如果是肺结石，大多数可以治疗，但要按疗程吃药，不能乱来。我不能凭你几句话判断。就算暂时回不去，我也要找到回去的路。只要这里有能救娘的药，我就不能空手来，空手走。这个在你们这里能换多少钱？不值钱。这不是普通银簪，那是什么？工艺、包浆、文盎，都像是真正的古物。如果是真的，
它很值钱。值多少？具体要鉴定，不能随便估，但至少不止买几副药。这个陌生时代可怕、复杂，像一点点淬炼的锐利而娟瘦，像一长出一抹刺眼的怪兽。可怪兽嘴里也有金子。如果我能在这里活下来，学会规矩，把东西变成钱，再把药和粮食带回去，我的命或许真的能改。你能不能教我怎么在这里卖东西？沙里，你知道卖古董意味着什么吗？这里有法律，有交易规则，也有很多骗子。你拿出的东西如果来源说不清，可能会惹麻烦。有人会骗你，有人会抢你。果然，钱不是那么好拿的。也有人会追问你到底从哪里来。那我不能卖。不是不能卖，而是不能乱卖。顾先生，这事儿你真要管啊？他来历不明，又拿着这种东西，万一……正因为来历不明，才不能把它随便丢出去。你还想回去吗？想。如果能回去，你还会再来吗？会。你不怕？怕。可怕也得来。可这里有药，有粮，有能换钱的地方。既然老天让我看见了，我就不能装没看见。这只簪子暂时不要卖。为什么？它太显眼，也太珍贵。你现在没有身份，没有现代常识，贸然出售会引来不必要的风险。不卖它，我拿什么买药？这个可以先试试。这几株药，野生药材在现代也有价值，虽然不能随便作为药品销售，但可以找正规渠道鉴定，作为样本或原料处理。钱不会很多，但比你说的20文1斤要高。你会绣花？会。绣样呢？在村里王婶家。以后可以带1-2件小绣品来，手工刺绣在这里也能卖，风险比古董低。卖得出去是一回事，能不能守住钱是另一回事。你为什么帮我？我研究古物，也修复古物。你身上的东西和你说的话有很多不合常理的地方，我想弄清楚。还有，你刚才差点死在车前，救都救了，总不能救一半。好，你教我这里的规矩，我把我知道的古物和草药告诉你。若有一天我能来回走，我不会让你白帮。你倒会谈条件。不会谈条件的人早饿死了。成交。那一晚我没有找到回去的门，顾彦舟没有把我送去所谓的警局，而是把我安置在博物馆临时休息室。他说这里有监控，有人值班，安全。柔软的床让我浑身不自在，头顶的灯一暗就亮，一暗就灭，就像妖术一样。阿福这会儿一定害怕了，娘会不会又咳血？王婶会不会帮忙照看？若我一夜不归，村里人会怎么说？不行，我不能困在这里。你在做什么？我要回去。我带你去。与其让你把门撬坏，不如我陪你试。你不怕我真回去了就不来了？怕也没用，你家人在等你。雨声、雷声、潮湿的洞壁，我背靠着石头，怀里抱着背篓，然后后背一空。后背，不是手，不是脚，是后背。沙里！
我闻到了山洞里的潮湿气，听见了外头的雨声。我回来了，我真的回来了。顾延舟的黑色外衣不见了，大概是被他抓住了。那件衣饰很贵吧？我欠他的东西又多了一样。阿姐，你去哪儿了？雨那么大，我去王婶家回来，你还没回，我以为你掉山沟里了。阿姐没事。回来了就好。山里雨急，以后别这么晚。阿姐，你衣裳怎么干的？在洞里避雨，火石还在，烤了烤。你身上有股怪味儿。狗鼻子，镇上买的。阿姐，这个好甜，比王婶家过年做的糖糕还好吃。娘也吃。娘不爱甜。骗人！阿姐说过，没人不爱甜。第二日天刚亮，我背着当归去了镇上。又挖了什么破烂来？野当归，背阴坡挖的，根整，没伤须。湿气重，土也没肘干净，10文1斤。昨日不是说20文？昨日是昨日，今日下雨，药材难收，容易坏。你卖不卖？不卖拿走。不卖了。沈家丫头，你还拿瞧？你娘的药不抓啦？赵掌柜，我娘的药要抓，但我的药材不卖贱价。出了我这门，镇上没人收你这几根破草。走出药铺时，阳光落在脸上，我心里其实也慌，毕竟背篓里的当归不能当饭吃。可我更清楚，今日若低了头，往后他只会压得更狠。我去了布庄教绣活，掌柜娘子姓何，是个精明人。她验了我的帕子，照旧挑剔针脚。这梨花绣的倒细，就是边角不够齐整。3条帕子给你15文。何娘子，若是更精细些的绣品，比如双面绣、满幅花鸟，你这里收不收？你会？会一些。真会的话，自然收。不过价也看东西，你若绣得好，一方帕子给你50文也不是不行。我回去试试。阿姐，你不睡吗？再绣一会儿。你最近怪怪的，以前你也累，可不像现在这样，眼睛里像有火。阿福，等阿姐赚了钱，给你买白米饭吃，买糖糕吃，还送你去念书。真的？真的。那娘呢？给娘买最好的药。爹呢？让爹回来。阿姐，你是不是挖到宝了？是啊。什么宝？一个很大很大的宝，大到足以改变我们的命。阿离，你这手艺比娘年轻时还稳。娘教得好，只是太费眼了。你白天要干活，夜里别熬坏了身子。娘，等卖了钱，我给你换一副好药。阿姐，你又去鹰嘴崖，我昨晚梦见你掉进洞里，被山神抓走了。
山神若抓我，我就跟他谈价钱。山神也能谈价钱？能，只要他有所求。山神也好，顾彦舟也罢，只要能谈，就还有路。什么也没有，难道不行？我要过去，我要买药，我要救娘。你回来了。我说过我会回来。看来不是幻觉。我调了监控，你消失时，画面出现了3秒空白。今天早上，这里又出现了同样的电磁干扰。你的衣裳呢？在我这里。我会赔。不急。这次带了什么？你在用这个做什么？庄严。怎么了？不值钱？不，太值钱了。阿里，这种东西不能随便带出来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可能是非常重要的文物。文物？就是你们放在玻璃柜里懂凶西？差不多。可它是我家的。在你那里，它当然是你家的，但在这里，它属于已经消失的历史。一旦出现，必须解释来源。怎么又是来源？那帕子能卖吗？可以。当归呢？也可以。你是不是怕我卖了惹麻烦，也连累你？有这个原因，还有一个原因，你现在最需要的不是一夜暴富，而是稳定、安全、能持续换钱的办法。好，听你的，但我娘的药不能等。我今天带你去医院咨询，不过你不能穿这样出去。少说话，别人问起，就说你是我远房亲戚，刚从偏远山区出来，不太懂城市生活。顾彦舟，你会不会有一天把我抓起来，交给你们这里的官府？如果你做伤天害理的事，会。但你只是想救你娘，这不该被抓。那我也答应你，我不做伤天害理的事，但谁若害我家人，我也不会任人宰割。这倒很公平。到了医院，我紧紧跟在顾彦舟身后，他让我别乱走，我就一步也不乱走。病人本人在哪儿？在很偏远的地方，暂时来不了。不检查没法确诊。咳血、低热、消瘦，确实要高度怀疑肺结石，也可能是其他肺部疾病，不能只靠描述用药。那有没有药能先救命？小姑娘，药不能乱吃，必须规范治疗。乱吃药容易耐药，到时候更麻烦。要注意护理、通风、隔离、营养，不要共用碗筷。包括一下碗筷，还有咳血的时候要怎么处理。原来娘的病可能会传人，原来屋子要通风，原来咳出来的痰不能随便倒，原来人病了不只是熬药，还要吃得好，住得干净。我越听心越沉，我们家最缺的就是吃得好，住得干净。有条件一定带病人来检查。这医药费会不会很贵啊？什么？治这个病要花钱也要时间，但比你想象中有希望。我今日带来的帕子能卖多少？看买家，普通渠道不高，但如果包装成传统手工刺绣，找对人，一方几百到上千都有可能。几百到上千，我知道现代的钱和铜板不同，却还没完全明白它的分量。从医院出来，顾彦舟带我见了一个女人，她叫林清瑶，是做传统手作店的。这是手绣？啊，背面也这么干净，不好吗？
太好了，针法很老，配色也克制，不像现在培训班出来的东西。你这个亲戚真是偏远山区来的？我开个价，2方1200。如果长期合作呢？稳定有货，品质不掉，我可以给更好的价，尤其是成套作品，价格还能往上走。我能秀，1个月能出多少？我想起顾彦舟叮嘱我的话，不要把话说满，不要让别人看出你急。要看样式，精细的，慢，稳重。不错，知道惜手艺。这是定金，希望你下次带一幅小屏风绣样来。这就是第一笔钱，不是20文，不是15文，是我靠自己的手，在700年后的世界挣到的第一笔钱。想买什么？药能买多少买多少，米也要，盐要，糖要，还有你说的肥皂、毛巾、口罩也要。药不能随便买处方药，我先帮你买护理用品和营养品，再找合适的途径咨询。剩下的钱能不能换成碎银？现代不流通碎银，那我带回去怎么花？可以买你那边实用且不容易露馅的东西，比如盐、糖、布、针、药材种子、铁制小工具。但塑料包装要拆掉，现代文字不能带回去给别人看。阿福能学这个？为什么不能？我们那里读书很贵。知识本来不该只属于有钱人。知识不该只属于有钱人。那女人的手艺呢？女人的命呢？是不是也不该只困在锅台、病榻和族规里？回去前，顾彦舟给我准备了一个旧帆布包。他说竹篓太显眼，帆布包在现代不显眼，带回古代也能拆了当布用。所有东西都拆掉外包装，药品和护理用品则单独包好。这上面的字我认不全。我给你画了图。顾彦舟，你帮我这么多，我现在还不起。记账。好，我会还。急，欠钱可以，欠人情最麻烦，钱还清了，人情才算得明白。那就慢慢还。你是不是想跟过去看看？想。现在不行，你太显眼，个子高，衣裳怪，说话也怪。到了我们那里，不出半日就会被人围着看。再说，我还不知道带活人过去会不会出事。有道理。等我摸清规律再说。这是手电筒，按这里会亮，别让别人看见。这里面也藏了雷火。你可以先这么理解。还有这个，这个别卖，自己用。为什么送我？你需要看清自己。阿离，别太相信任何人，包括我。我知道。我带回来的不只是米和药。阿姐，小声。这么白！阿离，
哪来这么多东西？我在山里救了一个迷路的商队伙计，他们为了谢我，给了些米面和布。阿离，你没做危险的事吧？没有。这不算成真，却也不是全假。我确实做了危险的事，但不是坏事。这是做什么？山里那个商队伙计懂些医理，说肺病要这样养。唉，倒是讲究，讲究些总没坏处。顾燕州说，要想不被人骗，先得会算账，加减除。知识本来不该只属于有钱人。在山回，林清瑶很喜欢我的绣品，第二批帕子给了更高的价。阿离，你的手艺太绝了，我建议你可以绣成系列，取名叫山中40。我不懂什么叫系列。顾燕州说，就是让东西有故事，有辨识度。故事，我最不缺的就是故事。月底，我带着一批晒得极好的野当归去了镇上。这一次，我不是去卖给赵万才。这些当归不错，45文一斤。45文，赵万才给我10文。我心里冷笑，面上却没露。若我以后每月都有品相好的野当归、柴胡、黄金，你收不收？你有稳定货源？有一些。只要货好，自然收。我回去问问村里人。沈家丫头，你现在长本事了啊！药材都送别人家去了。赵掌柜给10文，孙掌柜给45文。我家穷，得选高价。你这丫头懂什么？孙家那是故意抬价抢货，过几日就压回去了。那等他压回去，我再看。买卖，本就是你情我愿。你娘的药还在我铺子里抓呢。以后不劳赵掌柜费心。沈阿离，别以为挖几根草药就能翻身，穷人命贱，别折腾到最后，连你娘的棺材钱都折进去。穷人命不贱，贱的是趁人病要人命的心。有人说我在山里挖到了100年老参，一根卖了几10两银子。有人说我爹从南方寄回来一大笔钱，只是我家故意藏着不说。还有人说我娘的病快死了，我怕守不住弟弟，才拿钱出来装样子，想让村里人不敢欺负。哼，这年头，姑娘家突然有钱，可未必是什么正经来路。阿姐，他骂你！我知道。那你还不骂回去？骂回去，他只会骂得更凶。你一个小孩若动手，他还要说我们家没教养。那就让他这么说。阿福，今日把账本拿出来。王婶家3斤黄菊，李奶奶家2斤柴胡，三叔伯家1斤半当归，咱们都记清楚。等下次送去孙掌柜那里，钱也1文不少分给大家。阿离呀，我听说你要统一记账，婶子把东西拿来了，你看看晒得成不成？成，不过下次切片要薄些，晒得透，价也好。好，我听你的。阿离，你帮奶奶看看这些能不能卖？能卖，但李奶奶，你年纪大，别去陡坡，以后让小桃跟着王婶他们走，别单独上山。不挖不行啊，家里米缸见底了。哟，栓子娘，你不是说阿离钱来路不正吗？那你家若有药材，可千万别拿来，免得沾了不正的财气。我什么时候说了？方才你嗓门那么大，半个村都听见了。我也是担心她一个姑娘家被人骗。多谢婶子担心，
若婶子家有药材，我照样收，只要货干净，账清楚，村里谁拿来都一样。村里妇人若都跟着我采药卖钱，我就有了稳定货源，也有了人心。今日把栓子娘推到对面，明日她就会跟赵万才站到一处。她嘴碎，人坏不到哪里去，可若被人利用，麻烦也不少。那我明日也上山看看。别采不认识的药，若拿不准，带回来问我，别乱晒。知道了。你理他做什么？他背后说你那些话难听得很。王婶儿，我要挣的是钱，不是气。这丫头以后有出息。阿离啊，听说你最近本事大了，带着村里人卖药材。二伯怎么来了？都是一家人，没事就不能来看看？你娘病了这么久，我们做长辈的也惦记。娘病倒这2年，他们来过几回？每回来不是借口家里困难不肯还从前借去的米，就是劝我爹把家里那2亩薄田便宜卖给他们。如今听见我家有点起色，倒想起是一家人了。娘，你别动。弟妹啊，你这身子还是这样，不是我这个做兄长的说你，阿离到底是个姑娘，阿福又小，日子难呐。可不是，我们2口子商量了，阿福年纪小，不如先过到我们家名下，以后让你二伯教他种地，也能给你们这一房留个香火。我不去！大人说话，有你小孩插嘴的份儿。二伯娘，阿福是我亲弟弟，有娘有爹，也有我这个姐姐，不劳你们操心。你爹一年到头不在家，你娘病成这样，你一个姑娘能撑几日？如今你能卖点草药，可那是长久营生吗？再说了，姑娘家迟早要嫁人，你嫁出去，阿福怎么办？二伯是要养阿福，还是要我家的田？你这丫头怎么说话？我说错了吗？前年娘病重，爹向你借2两银子，你说家里没有。去年秋收，我家田里缺人，你说腰疼来不了。如今我家刚卖了几斤药材，你就说要把阿福过去。二伯，你的好心来得太巧了些。沈阿离，你别不识好歹，我们是你长辈，长辈也不能抢孩子。谁抢孩子了？我们这是替你家打算。我家的事，我们自己打算。这事儿由不得你，族里还没说话呢。阿福是沈家的男丁，不能让你一个丫头片子带坏了。既然二伯提到族里，那就请族老们一起说清楚。阿福有亲爹在外，亲娘在堂，亲姐养着，凭什么过瘾？若族里真有这样的规矩，我也想听听是哪条祖训。你以为族老会向着你一个丫头？向不向着我不重要，我只怕到时候村里人都来听，问起二伯这些年怎么照看病弱弟妹、幼小侄儿，二伯不好回答。阿离，孙掌柜那边来人了，说让你明日送货。咦，德贵哥也在？没事儿，来看看弟妹。那是该多看看。阿离娘病这么久，最缺人搭把手，以后多来劈柴挑水，村里人看了都说好。阿姐，他们会不会真把我抢走？不会，只要阿姐在，谁都不能把你抢走。可族老要是也帮他们呢？那我们就让他们不敢帮。二伯上门之后，我意识到只靠绣品和药材，钱来的还是太慢。我要买药，要修屋，要置地，要把阿福稳稳留在身边，还要让族里闭嘴。这一切都要钱，大量的钱。阿离，我不是要立刻卖，我只是想知道它值多少钱。这面铜剑年份很早，品相虽然有损，但纹饰少见。若走正规拍卖，价格不会低。不会低是多少？7岁数。真的？前提是能证明来源合法。若不能证明呢？私下交易风险很高，
这类东西一旦流出去，所有人都会问你从哪里来。所以它明明值钱，我却不能卖。暂时不能。暂时是多久？你现在已经有稳定收入，林清瑶那边的绣品可以继续做，我也帮你联系了中药材研究所，他们愿意收一些传统产地样本，价格公道。研究所？研究草药的地方。他们不会问我来源？会，但可以说是偏远山区采集样本，数量不大，问题不大。草药和绣品是我现在能走在阳光下的前路。古物是藏在暗处的金山，金山幽人，可若山会塌，就不能贸然挖。收好，不要让任何人看见。顾彦舟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把这些东西交给你们这里的官府，或者博物馆？想过。那你为什么没做？因为他们现在是你的活路。可你是修古物的人。是。你不觉得我把它们藏着是糟蹋东西？文物应该被保护，历史也应该被尊重，但一个活生生的人也不该被历史吞掉。阿离，我不会替你做决定，但我希望你明白，每一件你带来的古物在这个时代都会产生涟漪，钱只是最表面的东西。那天我没有卖油铜镜，顾彦舟带我去见了研究所的人。采集费比镇上孙掌柜高出许多。我拿到钱时，心里终于踏实了点儿。这钱不烫手，这是我靠本事挣的。今天感觉如何？铜筹像天上的月亮，看得见，暂时摘不得。草药像脚下的路，慢，但能走。清醒点儿，你是来挣钱救命的，不是来看男人笑的。不好，不是不好，是太好了。这幅叫什么？雨后鹰嘴牙，直白是直白了些，但也好。周先生怎么来了？路过，看看。这是谁的作品？这个人看东西的眼神，我见过。赵万才看上省药材时，就是这样的眼神。只不过赵万才眼里的贪婪粗糙，这人眼里的贪婪更干净，也更危险。周明恒，你什么时候对刺绣感兴趣了？彦舟，你这话说的生分，美的东西我一向感兴趣。这位是我亲戚，偏远山区来的那位。周先生消息到临。圈子就这么大，林老板最近收了几件极好的首绣，不少人都在打听。姑娘怎么称呼？姓沈。沈小姐，这幅屏风我出3万。周明恒，若沈小姐愿意长期合作，我可以给你更好的价格，你不用寄卖，也不用等客人，我直接买断。周先生买它做什么？收藏、转让、送人都可以，物件到了我手里，自然有它该去的地方。那我不卖。价格不满意？不是。那为什么？我绣它的时候，想的是雨后的山，想的是家里等我回去的人。你看它的时候，想的是它能去哪儿，能换什么。你给的钱很多，但我不喜欢你眼神。沈小姐很有意思。我没想有意思，我只是卖东西，不卖自己。你教的？他不需要我教这个。好，今日不卖，就改日再谈。沈小姐什么时候改变主意，可以找我，价格永远比别人高。阿离，你胆子真大，那可是周明恒，出了名的不好打发。他是坏人，不能简单说坏。他做生意很厉害，眼光准，手段也硬，被他看上的东西很少有拿不到手的。以后带东西来，先联系我，不要单独见他。他会抢？现代社会明面上不会抢。
暗地里呢。阿离，这幅屏风我先以12000收下，作为店里重点展品寄卖，卖出后扣除佣金，余款再给你。好，我接受。3万当然诱人，可我不想第一幅真正用心绣出的山被一个我看不透的人随便带走。后悔吗？有一点。你拒绝的不是3万，是失控。周明恒出高价，不只是买屏风，也是在买你的急迫。你今天若答应，下一次他就会要更多。那我以后要挣很多钱。很多是多少？多到别人拿钱砸我时，我能不心疼的躲开。这个目标不错。赵万才的报复来得比我想的快，他的财路被动了，动财路比骂祖宗还招恨。这些是不是你们沈家村送来的？这不是我们的，我们晒的药干干净净，哪有这样烂的？阿离姑娘，你可来了！有人告火行收受劣药，说这批没坏黄族是你们村送来的。孙掌柜，这些药包上有我们村的记号吗？记号？每一包外头都有竹牌，王婶家是3道横，李奶奶家是1个圆，小桃家是桃叶形，旁边还用炭笔写了金良规。对，阿离姑娘送来的货都有牌子。这几包为何没有？因为不是我们村的。沈家丫头，话不能这么说。你们村现在那么多人采药，谁知道是不是有人偷懒晒坏了还混进来？你一个小姑娘，管得住所有人？赵万才，你少血口喷人！安静。赵掌柜说的有理，我一个人确实管不住所有人，所以我从一开始就立了规矩。每家药材分开晒，分开称，分开计。送货前我和阿福核一遍，孙掌柜收货时再核一遍。若有问题，能查到人。哼，账本谁不会做？你们自己写的，谁知道真假？账本当然可能作假，所以每次称重，旁边至少有3家人在场。王婶儿、李奶奶、栓子娘都按过手印儿。顾彦周说，白纸黑字不够，有签名更好。我们这里很多人不会写名，那就按手印。另外，我们村送来的黄金都蒸过2次，切片薄，晒足3日。这几包没坏货切片厚，没蒸透，根本不是同一批。若大人不信，可以找懂药的人来验。我可以验。你是当事人，自然向着自己。那就请镇上3家药铺一起验。赵掌柜既然这么公正，想必也不怕。对啊，请几家一起验。沈家丫头说得明白，他们的药包确实都有竹牌，我上回见过。走来，赵掌柜，下次告状前把事儿查清楚。误会，都是误会。大人，既是误会，总要查查这些没坏药是谁拿来的。烈药若流进病人药丸里，是要害命的。他可以害我生意，我也可以让他知道，我不是只会躲。阿离，他不会再报复吧？会。我带着这场反击的消息去了现代。原本我想告诉顾建州，他教我的记号、账本、手印都派上了大用场，可我到旧展馆时没有看见他。阿离，你来了。顾彦州呢？他受了点伤。伤？不算重，手臂划伤，已经处理过了。谁伤的？是不是周明恒？未必是他直接做的，但昨晚有人闯进顾先生的工作室，翻了他的资料，还想撬保险柜。顾先生回去撞见，对方逃跑时划伤了他。工作室、资料、保险柜，我第一反应就是我连累了他。我要去见他。他也说你来了就带你过去。你有没有被人跟踪？受伤的是你，不是我。所以我问你有没有被跟踪。谁干的？不确定。你心里有数。是不是因为我的东西？他们没拿到核心资料。我问是不是因为我？可能是。对不起，
这不是你的错。怎么不是？错的是动手的人。可如果没有我，他们不会找你。阿离，你不能把别人作恶的账算到自己头上。可是你受伤了。轻伤。留疤怎么办？男人留点疤不碍事。谁说男人留疤就不碍事？伤在自己身上，疼的是自己，和男女有什么关系？你说的对。你别笑。好，不笑。这些先不卖了。为什么？风头不对。你打算怎么做？现代这边绣品先少量出，草药走研究所，古屋一件不动。古代那边我要先把药材生意做稳，让村里更多人参与。等人心在我这边，二伯和赵万才才不敢轻易动我家。还有呢？我要一个身份。现代身份？对。我不能每次都躲在你身后，说是你的远房亲戚。我要学会自己在这里走路，自己买东西，自己卖东西，自己存钱。你若哪天不在，我也不能变成瞎子。这件事很难。我知道。可能需要时间，也有风险。我也知道。即使这样，你还要？我要站在两个时代之间，不再像偷光的人一样东躲萧藏。我要有自己的名字，自己的账本，自己的路。我帮你想办法，但有一条，你必须答应我。什么？遇到危险，先保命，不要逞强。你也一样，你不能只要求我保命，自己却往危险里撞。合作要公平。好，公平。从前我只想救娘，后来我想让阿福读书，让爹回来，让二伯不敢欺负我们。现在我想要更多。自从工作室被人闯过，周明恒像一根刺，始终扎在现代这边。旧展馆加强了管理，李姐每次看我，都像看一只随时可能引来麻烦的山雀。阿离，你这小姑娘真会拿捏人。我没有拿捏，我是谢你。行，谢我就谢我。这个小黑盒子曾经把我吓得魂飞魄散，如今却成了我必须学会的工具。这里按一下，亮屏。这个是通话，这个是信息。遇到危险，长按这里，可以紧急呼叫。他会不会把我吸进去？不会。那里面的人为什么会说话？这是信号，这是电波，这是基站。学东西要先能用，再慢慢懂。阿离在吗？雨后鹰嘴牙有人想买，开价28000。买家是谁？对方不肯透露，只说是私人收藏，我怀疑是周先生的人。周明恒，几乎不用说，都是他。你怎么想？能不能加一个条件？什么条件？阿离，你越来越像个老板了。对方最后没有买，这反而证明了我们的猜测。周明恒要的不是一副屏风，而是绕过我，摸清我。他知道我会来这里，也就是说，他的人已经盯到了博物馆。阿离，最近先别过来。不行，这里可能不安全。我古代那边也不安全，二伯盯着，族里也盯着。若因为哪里不安全就不去，我只能躲进山洞里饿死。我会更小心，但我不能停。停下来，娘的药怎么办？阿福的书怎么办？村里的药材怎么办？我刚刚撑起来的局面又会被人一点点压回去。你有没有想过彻底留在现代？彻底留在现代，这里有药，有钱，有光，有数不清的新东西。只要我能拿到身份，学会这里的规则，也许真的能活下去。可是娘呢？阿福呢？爹呢？沈家村那些刚刚因为药材多了点盼头的人呢？我不能。那就不吧。
我陪你把两边的路都修稳。账上又要多记一笔人情。这笔可以先欠着。米价破百后，村里的气氛变了。我们几家提前买粮的人，日子暂时还能稳住。可村里还有许多人没买，其中就包括二伯家。丧尽天良的死丫头啊！把自家的再荒财，见死不救啊！而且他太不要脸了。不是心硬，救人也要有规矩。没有规矩的善心，最后常常害人害己。二伯娘若真缺粮，拿药材、柴火或者工来换，按今日市价低2成算，不能白拿。一家人你还算这么清？正因为是一家人，我才给你留了路。换做别人，我未必开口。阿离，有些人家是真的难。我知道，那为何不便宜些？已经比镇上便宜2成，再低来换的人会更多。粮不是水，倒出去就没了。我心里也不好受，可我必须硬着心。那晚我去了县代，我今日没有白送粮给村里人。有人骂我心狠。你觉得自己心狠吗？不知道。我明明有粮，看见别人饿，心里也难受。可我若开仓白送，粮很快就没了，我怕救不了人，还害了自己家。你做的是救助，不是施舍。救助要可持续，施舍常常只能撑一时。可持续，不能只凭心软，要算，要让每一斗粮都发挥最大的用处。你想到什么了？我想建仓，给自己家。先给自己家，以后给村里。顾彦州，我想让沈家村以后不再一遇荒年就卖儿卖女，不再被粮商和药铺掐着脖子。那你需要学仓储、账目管理，还有如何让人信你。你教我。好。阿离，你在做很难的事。我做过的难事不少，这次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以前你是为了活下去，现在你开始想让更多人活下去。像是县里来的。姑娘，请问村正家怎么走？沿这条道往前，第3家有石磨的就是。这些是药材。是。沈家村近来向镇上供药材的就是姑娘。大人是。我姓陆，名昭，新到县衙任主簿，奉县令之命下乡查粮价与民情。见过陆主簿。姑娘不必多礼，你叫什么？沈阿离。我听镇上孙掌柜提过你，说沈家村有个姑娘，采药食药账目清楚，还在粮价上涨前买了一批粮。姑娘消息很灵通。穷人家怕饿，所以多问几句米价，算不上消息灵通。哼，穷人家怕饿，却未必有胆量一次买20吨粮。大人是怀疑我囤粮牟利？我只是奉命查问。那大人可以查，粮行有凭条，孙掌柜做中。粮买回后，一部分自用，一部分按低于市价2成换给村里缺粮人家，每一笔都有账，有手印。账本可否一看？这些符号是什么意思？各家的标记。这些数字呢？我自己记账用的简写，省地方。姑娘自创。比县衙有些账还清楚。沈姑娘，你有没有想过把这套换粮法子报给村正，甚至推广到附近几个村？我灾荒时，官府赈济未必及时，若村中能先自救，可少饿死许多人。你这法子虽小，却有章法。大人想让我交出法子？不是交出，是请你协助。协助到什么程度？沈姑娘，你谈起事来不像村中女子。村中女子也要吃饭，也怕被骗。多问一句，不犯法吧？不犯法。
阿姐，他是好官吗？现在还不知道。那你为什么给他看账本？因为有些门躲不开的时候，就要自己打开。现代这边，周明恒开始出招，林清瑶的店忽然被人举报，说部分手工艺品涉嫌虚假宣传。别的东西都好说，关键是阿离那些绣品，对方明显冲他来的。我去处理。我也去。你还没有完整身份，露面越多风险越大。我的绣品，我不露面，谁来证明？可以由林清瑶说明。不够，周明恒要逼我出来。若我一直躲，他会继续找林清瑶的麻烦，也会继续试探你。他们要什么证明？要证明工艺来源，证明不是机器绣，证明宣传用语不夸大。那就证明。怎么证明？现场刺绣视频。拍我绣。可以，只拍手不拍脸，展示针法、背面、过程，再配合燕州做工艺说明。宣传词也要调整，不要写无法证明的年代传承，就写手工刺绣、传统针法灵感、原创设计，这样更稳妥。周明恒想用现代规则卡我，那我就学现代规则。不能因为看不懂规则，就永远被规则吓住。发出去，会不会让周明恒找到我？只拍手，背景处理掉，风险可控。但以后你在现代露出的每一点痕迹，都可能被人拼起来。那就让他们拼到我想让他们看见的东西。他们想知道我是谁，我就先告诉他们，我是绣娘，是药材采集人，是林清幽的合作手艺人。至于别的，让他们慢慢猜。好，这才是品牌故事。我们给这个系列取个正式名字吧。山中40虽然好，但还可以更有记忆点。当归。那一天，当归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现代网络上。这次回村，我发现陆昭又来了，他正在村正家里与几位族老说话。见我出现，他似乎松了口气。沈姑娘，陆主簿，你母亲可好些？托大人的福，寻到医遮，暂时稳住了。那便好。这是我依你账目整理出的社仓章程草案，你看看可有不妥？你觉得如何？大体很好，但我要改几处。你一个丫头，还敢改主簿大人的章程？本就是请他看的。沈姑娘，请说。太细，执行起来反倒容易被钻空子。不细，村里人会吵翻天。哦，沈姑娘似乎很懂人吵架。章程定了，那社仓由谁管？既然仓建在村里，就该由我这村正来管，自然该由族老们管。反正不能让女人管，女人头发长见识短，最多帮着称粮，不能管账。当初买粮的时候，怎么不见你们见识长？如今粮价涨了，倒都长出见识来了。这是我家的粮，也是第一批入社仓的粮。你要捐粮？不是捐，是借解社仓，按章程记账，来年丰收后归还本粮，不收利。既然是社仓，怎能第一笔就写你家的名字？因为这粮是我家的，谁出粮写谁的名字，天经地义。还不是想出风头？你也可以出，你出2袋，你的名字写在我前面。社仓不是谁嘴上说了算，是谁出粮，谁记账，谁监督。族老可以监督，村正可以监督，富人也要监督。账本一式2份，一份放村正家，一份放我这里。每月初1当众合账。放你这里？你一个姑娘，凭什么？凭今年第一批粮是我带人买回来的，凭村里药材账是我记的，凭现在愿意入簇的粮，有一半是跟我做药材生意的人出的。族老若觉得不妥，可以找出另一个会记账、识药材、知道各家情况，还愿意担责的人来。沈姑娘所言有理，社仓重在公信。既然粮由各户共同筹结，
账也应共同监督。依我看，可设3名管仓人，村正1名，族老推1名，采药妇人中推1名，账本2份，每月公示。公示？我们又不识字儿。那就每月念一遍，谁家入多少粮，谁家借多少粮，谁家还多少，大家都听。妇人里我推阿里，我也推阿里。一个丫头名字写上去，往后嫁人了怎么办？若我不嫁，难道社仓就不办了？爹是在深秋回来的。阿姐，有人来了！爹，阿离，他像是不敢认我。他走时，我还是个只会低头挖药、被压价也不敢反驳的乡下丫头。如今我身后跟着一群妇人，手里握着账本，像真的能撑起一个家。阿离，这些……爹，先养伤，别的以后慢慢说。你娘呢？你娘怎么了？娘还活着，也在治病，她会回来。我知道，到了这一步，瞒不下去了。爹没用，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，竟让你一个姑娘扛。爹，不是姑娘就不能扛事。你从前扛这个家，现在换我扛一段。等你好了，我们一起扛。好。周明恒再次出现时，比我想象的更快。他没有来医院，也没有直接找我，而是把手伸向了当归手作。有人匿名举报说我们的绣品来源不明，可能涉及非法文物流转和虚假宣传。这些宣传词一旦被恶意放大，就会变成麻烦。他想逼你主动找他，那就不找。他还会继续，那就让他继续。你有办法？你教过我，现代人的力量藏在纸里，那我就用纸跟他打。阿离，你真的学会了？还不够，我们主动请律师整理资料，公开说明当归手作的定位、传统灵感、手工复兴、非遗风格再创作。周明恒的举报没有击垮我们，反而让当归手作被更多人看见。阿离，争议也是流量。我不太懂流量，但我懂集市。沈小姐，你比我想象中难产。周先生比赵万才也难产些。这是你派人跟踪我，干扰工作室，接触耶珠至医院护工的证据。报警也许不能立刻让你进去，但足够让你难看。你威胁我？不是威胁，是谈价。我不知道你到底查到了多少，但你应该清楚，我手里有你想要的东西。你越逼我，我越不可能给你。你若继续动我的家人，我宁可把所有东西交给国家机构，也不会让你碰一眼。沈小姐，你很聪明。冬天来临前，我终于摸清了那道门的一部分规律。每月初3、13、23，山洞和旧展馆之间最容易相通。若带活人，则必须两边都有人牵引。你怎么把自己弄成这样？你不也一样？顾彦舟第一次来到沈家村是来年春天。阿离，这是谁啊？长得像县城画上的公子，
远房表哥，你现在是顾表哥。这些办法是你教他的？我只教了一些字和规则，事情都是他自己做的。沈姑娘有大才。这里比我想象中更真实。你以前觉得这里像梦？有时候，因为太不可思议。那现在呢？现在觉得，梦里不会有这么多苦，也不会有这么多活生生的人。阿离，你以后想留在哪边？我不想选一边。从前我以为门开了就是让我逃出去，后来我才明白，它不是逃路，是桥。桥？桥不是让人永远站在一头，而是让两边都能走通。那我陪你守这座桥。顾彦舟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我不是你们时代的人，我身后有一整个村子，有许多麻烦，还有说不清的秘密。我知道。我可能一辈子都不能像现代姑娘那样，只为自己活。我也不是只喜欢现代姑娘。沈阿离，我喜欢的是你，是那个抱着背篓鱼篓从雨里跑出来，明明害怕却还敢谈条件的你，是那个为了家人闯进陌生时代，又把光带回村子里的你，也是现在这个想把门变成桥的你。那你要记账，你陪我守桥，这份人情太大，我要慢慢还。好，记一辈子。啊，阿姐，我们村在上面哪里？原来我们这么小，小也能长大。沈姑娘，你改的不只是一个村子，才刚开始。是，才刚开始。你要的东西，我尽力替你争来了。以后女子置业、迁契、入账，至少在本县，不会再全无凭据。现代人的力量藏在纸里，如今古代也有了一张属于女子的纸。